DC 电影《黑亚当》上映，超人的回归也终于不用遮遮掩掩了。是的，亨利·卡维尔扮演的超人出现在了片尾的彩蛋中，并且之前黑亚当的扮演者巨石强森也透露了此事，以及为卡维尔回归扮演超人努力了很久。更令影迷们兴奋的是，更多消息透露，卡维尔还会再拍一部超人电影。如今对于这次的回归，亨利·卡维尔也终于自己承认了，他发布了一段自拍视频，亲自宣布回归出演超人，并称在黑亚当片尾彩蛋中的亮相只是小小试吃。卡维尔在发布的视频中说，我想等到周末结束后再发布这篇内容，因为我想让大家先观看黑亚当，但现在你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了彩蛋，我想正式宣布我以超人的身份回来了。这位39岁的男演员没有谈到更多细节，但他感谢粉丝们对他回归的热情回应，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耐心，我保证会让你们得到回报的。对于许多粉丝来说，卡维尔似乎天生注定要扮演超人这个角色，因为他拥有公认英俊坚毅的外表和高大健硕的体格，但看似众星捧月，身为万人迷的他背后的星途却跌宕起伏，不仅连着3次在角色试镜中落选，而且连跑10多年的龙套才得以在演艺圈中出名。如此惨烈的演艺之路，也难怪观众称他为好莱坞最不幸的演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成功逆袭的？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亨利·卡维尔的故事。大超是地道的英国人，但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国人。他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半岛外海20公里处的海面上的英国小岛泽西岛，这里总人口不到10万人，因为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位置，成为使英国人喜爱的度假胜地。大超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母亲是银行秘书，家里生了5个男孩，大超排名第4。中学时，大超转学到了位于白金汉郡的被称为英国最美也最贵的公学之一斯托中学，1学期学费要9000英镑。因为患有奥斯古德史拉特病，一做运动就会身体疼痛，膝盖肿胀，大超很快长成了个小胖子，同学们都叫他肥仔，他也成了被同学霸凌对象。大超说，我在之前的学校是男生学生会主席，我以为在新学校也能那么风光。电影在这所学校拍摄，电影的主角一个叫梅格瑞恩，一个叫罗素克劳，这部在影史上都排不上号的作品，却在名人八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彼时还是美国甜心，已经和另一位票房男星丹尼斯奎德结婚10年的梅格瑞恩和罗素克劳假戏真做陷入不伦恋情，一度成为八卦追踪的热点。然而感情仅仅维持几个月就匆匆结束，八卦并没有拯救这部电影，最终一线生机，口碑票房统统扑街，成本都收不回来，梅格瑞恩的事业更是从此一蹶不振。不过在某天，罗素克劳在校园里拍摄，其他同学都在一旁围观，只有大超径直走了过去，说，你好，我的名字叫亨利，我想当一个演员。罗素克劳对他非常欣赏，不但分享了自己的表演技巧，电影杀青后还给小伙子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澳洲的糖果、一件橄榄球服以及一张神鬼战士的签名剧照。这2位演员最终在超人钢铁之躯中合作，罗素扮演大超的父亲，这个结局很好莱坞，有了当演员的目标，人生脉络也清晰起来。大超随后加入英国学生联合军训团，慢慢开始恢复运动，褪去赘肉，也脱胎换骨。一家有5个男孩，小时候大超还蛮不起眼，长大后竟然是最帅的一个，基因好神奇啊。然而演艺圈最不缺的就是好看人，大超的演员事业起步并不算顺利。2005年大超就参加过007皇家赌场的试镜，因为制片人觉得他年纪太轻落选，随后觉得落在了丹尼尔·克雷格身上。2006年的超人归来，大超也参加了试镜，结果败给了布兰登·罗斯。至于英国老乡罗伯·派丁森，那更是老冤家了，先是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错过了塞德里克·迪格里，接着试镜《暮光之城》的爱德华，制片人嫌弃大超长相成熟，
扮演17岁的高中生没有说服力，于是乎帝国杂志戏称他为好莱坞年度最不幸的男人。好在在英剧《独夺王朝》和科幻史诗电影《惊天战神》里，大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他的身材。2011年的这部《惊天战神》是亨利·卡维尔正式成为靠身材吃饭的起点，电影烂番茄只有 46%， 画面走文艺复兴风格，剧情沉闷、古板且拖沓。卫报评价整部电影就是特修斯在一个欢快又愚蠢的神话故事中与泰坦们战斗，但票房却一路走高，上映第一天北美票房就高达1480万美元，首周末票房3220万美元，海外票房更是强劲，最终全球大卖 2.269 亿美元，还被 MTV 评为年度最佳电影之一，被土星奖提名最佳奇幻电影。无他，只因为电影里的几位主演太养眼了，挖掘出卢克·伊万斯、约瑟夫·摩根和大超3位宝藏男神，这身材用 3D 观看效果更佳，也难怪已故知名影评人罗格·埃尔伯特如此评价。毫无疑问，《惊天战神》是我们看过的最赏心悦目的烂片。大超后来表示，我一开始没想过要一名动作演员，但在好莱坞，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形象。在独夺王朝时，我的身材属于正常的好，但是在拍惊天战神的时候，我已经很有雕塑感了。超人钢铁之躯是我第一次在动作电影的风格下练就肌肉，这对身心当然是一种折磨，但我很享受工作带来的结果，这让人兴奋。每篇大超的采访，健身话题都占据至少一半部分，也因此留下不少金句。只有进健身房努力过，你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能到哪里。我很自豪自己不需要化妆师在我身上用打阴影的方式画出腹肌，这是100%真实的我，那是我历经了磨难才得到的。回忆起自己完成定妆后第一次从镜子里看到穿上超人服装的自己，大超是掩不住的兴奋。我向自己保证，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前不会照镜子。当我转过身，那一刻我真的都快窒息了。我对自己说，这不是万圣节的服装，我是超人。成为超人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诅咒。拥有8块腹肌意味着一天得健身15个小时，同时还得挨饿的，这过程可一点也不有趣。当阈值不断被自己提高，也意味着它没有了后路。人们对我是有要求的，那就是我必须随时随地看起来都在状态中，尤其每次当我松懈的时候，狗仔就出现了，这让我非常懊恼。2周前我腹肌还在的时候，为什么没人来拍我呢？曾经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为了角色放弃身材，大超也很直接说，坦白说，这样的角色我宁可不演。如今猎魔人的单集片酬已经有40万美元，加上超人和各种代言，那些吃过的苦如今都变成了白花花的钞票。看过不少他这几年的采访，和其他饱读诗书的英国演员不同，大超的语言表达是相当接地气和直白的。2016年边超大战之后收入猛增，他一点也不回避金钱带来的好处。我当演员不仅仅是为了艺术，那些说不钱不重要的人，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在撒谎。我拍戏可不是为了慈善，我又不是非营利组织，赚了钱要干嘛呢？当然是大大方方花在他想花的地方，我会把钱花在好东西上，豪华假期、逛商店，当然还有买房子，能坐头等舱旅行实在太棒了，特别当你的身高超过6英尺，我不想掩饰这种感觉。我爱头等舱。不拍戏的时候，大超是个十足的宅男，他从小至今都是重度电子游戏爱好者，早在疫情发生前，他就公开表示，比起外出，自己更喜欢在家打游戏。全面战争战锤2，我一共玩了6遍，前后花了上百个小时，每一遍都不同，每一遍我都非常喜欢。去年7月，他在油管上发了一段自己组装游戏电脑的视频，轻松获得100万浏览。对待感情上，他也非常的真实。前段时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呼吁粉丝不要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妄加揣测。他在发文明确表示，自己和女友奈塔莉·维斯库索的感情非常好。已经老大不小的大超，竟然连恋爱自由都没有。4月份公开恋爱后，女友奈塔莉的经历
被翻了个底朝天。这个月他才刚刚为大超庆祝38岁生日，找不出黑点粉丝就强行脑补偶像一定恋爱不愉快剧本，急得本尊不得不自己站出来回应。亲爱的粉丝和关注者们，我想在这里发布一则小小的消息，最近我注意到有很多不太友善的发言，有针对我的私生活的，也有针对我的事业伙伴的，我对你们的热情和支持表示感谢，但我也不得不说两句，那些通过表达不满和恶意揣测来刷存在感的人，你们可以停止了，因为这种热情是错误的，你们会伤害到我最在乎的人。接下来才是重点，我的爱情和个人生活都很幸福，如果你为我开心，我会非常感激，如果你因此感到不爽，那么至少试着对自己感到骄傲，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年4月被曝光在伦敦街头散步之后，大超就在社交媒体上官宣了新恋情，女友是电视台高管娜塔莉·维斯库索，他晒出和女友一起下围棋照片，女方也发了同款写道，正在教亲爱的亨利下棋，不过他是不是对我放水了？来自新墨西哥，童年在加州长大，娜塔莉被曝光是个白富美，16岁时就在 MTV 电视台真人秀以本人身份出镜，节目介绍她是15岁就住在价值500万美元豪宅，家里有许多宾利和法拉利豪车收藏。在个人页面上，娜塔莉是娱乐公司传奇影业的副总裁，也是大超作品《超人钢铁之躯》和天才少女福尔摩斯科幻巨制沙丘背后的制作公司之一。现实版霸道女总裁爱上我的故事，都不知道该羡慕谁了。最后坦白的说，亨利·卡维尔的作品并不是最优秀那个，但作为好身材工具人的他，又是如此完美，能做到这般极致需要足够的信念。好莱坞永远有人比我好看，还演得比我好，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人一步往前冲。